嗨，大家好啊！今天我們來到杭州富陽，晚上落腳喜來登酒店。先來看看房間怎麼樣吧。進門左手邊是衛生間，右手邊是衣櫃，裡面有雨傘、保險箱。旁邊的衣櫃裡有一件浴袍和一次性拖鞋。房間整體是這樣的。視覺上比較混搭。來看看淋浴區，配得上墙的沐浴備品、浴缸和洗漱台。酒店是2024年開業的，但保養方面做得一般，配了基本的洗漱備品。房間裡能看到富春江景，樓下就是沿江公園。迷你吧，比較簡陋。这種混搭風格不是很好看，推拉門可以把洗漱區域隔開。酒店大堂在12層，大堂裝修感覺還行。不過甜點區域好像不在營業狀態。歡迎水果要自己到大堂吧，自取。客人可以選椰青或者水果3種，我最後選了水果。全日制餐廳可以從高處看到錢塘江景，酒店旁邊是富春山館，行政酒廊也在這一層，刷房卡就能進。有一個會議室，空間還蠻大的。下午茶提供一些餅乾、水果、一些茶水。冰箱裡有軟飲。這裡是歡樂時光用餐區域。時間還早，我們決定去參觀富春山館。這是一座地方美術館和博物館，是由普利茲克獎獲獎建築師王樹及其學生團隊設計的。帶上證件就能免費參觀。富陽古稱富春，當年黃公望就是在這裡隱居，畫下了富春山居圖。整個場館的線條借鑑了畫裡的遠山與近景，混凝土和石塊堆疊出了一座人造的山林。入口處散落着幾個文創攤位，往展厅裡頭走，展出的是富春山居圖的複製品。清代的一場大火讓這幅畫斷作2截。前段的聖山圖，如今留在浙江省博物館。後段的無用詩卷則藏在台北故宮。這是生態資源展廳，靜靜陳列着富陽本土的野生動物標本。沙盤還原了這片山脈的起伏。走進2號展廳，講述的是這片土地的製造與發展史。古城模型與現代城市的影像在同個空間交錯。3號展廳梳理了富陽的朝代更迭。牆上記錄着保留至今的古建築，你可以先在這兒標記好位置，再去實地造訪。
展台裡凝固着不同時期市井生活的縮影，以及江畔漁業與造船的痕跡。这是傳統木構建築的剖面模型。其實不止展覽，建築本身就很有看頭。曲折的廊道在人造山體裡穿梭，每轉一個彎兒，遠處的江水和近處的假山就會重新構築成一幅景。走在裡頭，像是在山水畫裡遊蕩。建築的屋頂和外立面由來自富陽地區各個地方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磚塊、石頭和碎片組成，讓人有一種新舊交融、文化傳承的感覺。还能看到遠處的城隍廟。這趟山館走下來，步調很慢，空間的趣味把逛博物館的沉悶感消解得一乾二淨。從山館出來，離傍晚的 Happy Hour 還有點時間，我們順着江邊散了會兒步。沿江鋪了一條步道，兩旁的植物長得很茂盛。這幾天江水漲得很高，運沙船在江面上緩緩駛過。走回酒店，今天碰上滿房，聽前台說明天沿江有一場馬拉松。看看酒廊的晚餐備了些什麼，幾種簡單的主食，烤雞翅、紅燒的肉類和炸物，一些熱炒蔬菜。旁邊是麵包和甜點區，幾道涼菜。沙拉與鮮果，鍋裡溫着蘿蔔湯和酒釀圓子，還有一道梅乾菜扣肉、娃娃菜和燉鴨肉。吧台的酒水選擇不多。吃過晚飯，下樓去附近的街區轉轉，樓下的食肆不少。若不想在酒廊湊合，這也是個選擇。天亮了，到樓上吃個早餐，味道中規中矩。剛過7點，餐廳已經坐滿了，看來多數是準備去看馬拉松的人。晨光落在江面上，泛着微波。外頭的馬拉松已經鳴槍了，這樣的天氣跑長跑，確實需要些毅力
順道看了看健身中心，空間挺寬敞。踩在跑步機上，剛好能望見富春山館。這裡的康體設施似乎是外包的，和隔壁酒店共用，我覺得管理上有點混亂。等睡懶覺的小夥伴吃好早飯後，我們來到附近的鹿山公園散步。今天太陽很大，日頭已經有些烈了，躲進樹蔭下，倒是能感受到一陣陣涼風。湖畔垂着長長的柳枝，在湖邊歇息的地方遇到一群小鴨子，好有趣呀！坐在這裡喝茶、曬太陽還是蠻舒服的。順着石階往山上走。媽媽，這山頂我腿都累死了，才開始呢。今天還沒。小朋友好可愛啊！山勢平緩，不到20分鐘就見到了山頂。下山路上經過了一座新建的仿古城門，附近來這散步歇腳的人不少。公園的大草坪上有很多帶着小孩在假裝露營的家庭。這次住的地方剛好被沿江公園、富春山館和鹿山圍着。雖然酒店的餐食算不上很好，但勝在不需要煩惱吃什麼，步行幾分鐘就能躲進這些人少清靜的去處。整個週末的節奏都很鬆弛，安排個2天1夜的行程剛剛好。這次的短途旅行就記錄到這兒了，我們下期再見，拜拜。